一对自称夫妻的租客呢，带走了房东9岁的小女孩，说要带她去上海当婚礼的花童，2天之后就能回来。结果呢，多日之后呢，3个人迟迟未归。9天之后，女孩的尸体在海上被发现，而那对租客早已经双双捆绑着投湖自尽了。这起案子呢，当年轰动了全国，有人说是邪教献祭，也有人说是配阴婚。案件的细节处处透着诡异，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完整扒一扒这起极其诡异的案件——张子欣失踪案。2019年6月10日，浙江杭州淳安县千岛湖镇的清溪村一家酒店里来了2位旅客，男的叫梁邓华，43岁，女的叫谢艳芳，46岁，两个人都是广东化州人。他们对外宣称是夫妻，正在环游全国。清溪村呢是一个小地方，村民大多都是淳朴好客。张子欣的爷爷奶奶就在酒店附近摆水果摊，老两口善良本分，靠着这点小生意、小买卖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孙女。张子欣那年是9岁，圆脸蛋微胖，扎着长辫子，戴着一副红框眼镜。他的父母感情不和，早在2015年就分开了。母亲呢很少回来看他，父亲张军远在天津打工，1年到2头也回不了几次家。子欣从小呢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，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。虽然家境不宽裕但是子欣特别的懂事，放学回来呢就主动帮爷爷奶奶看摊卖水果。村里人都夸他聪明乖巧，在学校的成绩也很好，拿了不少的奖状。梁邓华和谢艳芳入住酒店之后，经常来张家的水果摊买水果，一边挑水果一边跟爷爷奶奶唠家常，一来二去呢，两家人就熟悉了。这对男女出手大方，和气友善，老人对他们的印象很不错。6月28日这天呢，梁邓华又来买水果了，刚好碰到了放学回来的帮忙的这个子欣，也就是见到子欣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变了。第二天，两人突然退了酒店房间，找到了爷爷奶奶，说酒店太贵了，想租住在他们家里，每个月可以付500元的租金。爷爷奶奶一想，家里确实有闲置的房间，还能收点租金补贴家用，于是呢就答应了。从酒店到张家有2公里的土路，没有路灯，蜿蜒崎岖，一般的游客根本就不会选择在这里住。但是老两口当时也没有多想，只觉得这对租客人不错。住进来之后呢，谢梁二人对张家人殷勤的不得了，花150元买下了爷爷奶奶养的土鸡，经常买水果零食分给一家人吃，还给子欣呢买了很多的玩具，多次表示想认她做干女儿。爷爷奶奶越来越信任他们。7月2日的晚上，梁邓华突然对爷爷奶奶说，他和妻子呢要到上海参加朋友的婚礼，想带着子欣一起去当花童大约呢2天时间，还承诺给5000元的报酬。爷爷奶奶犹豫了，给远在天津的儿子，也就是孩子的父亲张军打了电话。张军当场就表示反对，他在电话里反复的叮嘱说就算要去，也必须让爷爷陪着一起去。可是当爷爷提出要陪同前往的时候，梁谢二人却各种理由推脱，就是不让去。最后呢，他们把自己的身份证拍照拍下来发给了老人，还发了5000元的婚礼红包。虽然老人没有收，但是已经彻底放下了戒心。爷爷后来对媒体说他觉得现代技术那么好，什么地方都有监控，即便出了什么事也能把人给找回来。就是这份盲目的信任呢，把9岁的张子欣送上了不归路。7月4日的早上6点30分，子欣高高兴兴地跟着梁邓华和谢艳芳2个人出门了。临走前呢，他跟爷爷奶奶挥手告别，谁都没有想到，这竟然成了永别。3个人离开村子之后，根本就没有去上海他们先去了福建漳州东山县，在那里的海边玩了2天。梁邓华还专门给爷爷奶奶发视频视频上呢，子欣走在林荫路上，长头发一甩一甩的，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。7月6日的凌晨4点，3个人乘坐出租车南下，前往广东汕头。当天下午1点半离开了汕头，坐高铁去了厦门，又换乘去了宁波。在这段旅途当中呢，子欣每天都会跟自己的爷爷奶奶通电话，他说自己玩得很开心，让奶奶不要操心。梁谢二人也经常给孩子的父亲张军发视频，说子欣很听话，但是呢，他们从来都不透露具体的位置。很快呢，约定返回的时间就到了，也就是7月6日，但是人没回来。
张军通过微信问梁邓华，对方说买不到车票。张军仔细看了一下对方发过来的火车票信息截图，发现边缘上有一行小字，订单已被取消。当时这个张军就心里一沉。7月7日，张军连夜从天津赶回了杭州老家。当天下午呢，他联系了梁邓华，说不把孩子送回来，我就报警了。梁邓华呢发来了一段视频，说正在返回杭州。视频里呢，子欣坐在后排，窗外的路牌显示是海山路，那是浙江宁波的地区的地方。梁邓华向张军保证，晚上9点一定把孩子送到。下午5点左右，张军给子欣打了最后一个电话，电话里子欣说了一句：“爸爸，我回不来了。”当时的张军以为女儿只是说当天赶不上车了，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一句话的另一个含义竟是如此的残忍。这通电话之后呢，梁邓华说手机没电了，充电器呢也坏了。张军提出自己要开车去接女儿，但是被拒绝了。随后呢，对方的手机关机，再也联系不上了。梁谢二人带着子欣去了哪里呢？7月7日的下午2点左右，他们带着子欣前往了宁波奉化的黄咸海上长城森林公园之后呢，又去了东钱湖，但是没停留多久。据网约车司机回忆他刚准备离开，对方呢就打电话说要去70公里之外的象山县松兰山景区。下午3点，3个人抵达了松兰山景区，在沙滩上游玩。据船工说呢，他们是最后一批顾客了。下午5点23分，监控拍到了3个人从黄金海岸大酒店门口经过。晚上7点18分，监控再次拍到了3个人走在松兰山前往觉西街道的路上。这是张子欣已知的最后影像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建筑工地，附近是沿海观光大道的观日亭。晚上10点20分，监控拍到了梁谢二人再次出现了这条道路上。此时张子欣已经不见踪影。晚上11点，两个人打车离开。0点左右呢，两个人在东钱湖景区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下车。监控显示，谢艳芳把头靠在了梁邓华的肩膀上，两个人手挽着手，一步一步地走向湖里。到达深水区的时候，水面慢慢地没过了他们的头顶，直到彻底的消失。第二天清晨，晨练的村民发现湖面上飘着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衣服互相捆绑在一起。尸检显示，两人的身体没有暴力痕迹，自我了结前喝了酒，是共同投湖的。2个租客已经死了，可是子欣到底在哪里呢？没有人知道，他失踪了。我女儿找不到，就是连死都找不到，是吧？你要是能死能找到，说句实话也好，我也安心。7月8日的下午2点，宁波象山的一位居民在松兰山度假村的附近的一个凉亭旁边，意外地捡到了张子欣的市民卡。警方立刻调取了周边的监控，发现子欣最后的踪迹是在7月7日晚上7点18分的那段影像，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7月10日，警方组织多部门在子欣失踪的区域全面的搜索。7月13日中午，一位女渔民在象山县石浦海域发现了一具漂浮的女童遗体，经警方的鉴定，确认死者就是张子欣。尸检显示，遗体没有暴力性的损伤，死因是溺水。而且呢，警方初步排除了失足落水的可能性。为什么警方说张子欣不是失足落水呢？主要是依据以下3点。第一，子欣失踪的地方地处偏僻，道路难走，没有灯光，仅凭一个9岁的女孩根本不可能独自到达。当晚呢，还有目击者看到了这个梁邓华背着子欣出现在失踪地点附近，当时子欣已经非常疲惫了，很可能是在睡觉。第二，子欣失踪之后梁谢二人根本就没有报警，这完全不符合失足落水的情形。第三，监控显示谢梁二人离开时子欣的日常用品全都不见了，现场呢搜寻也没有搜寻到。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：张子欣是被梁邓华和谢艳芳2个人投海杀害的。2个凶手已经死了，杀人动机成为了一个谜。警方呢只能通过他们的生前的一些痕迹，试图还原真相。梁邓华，广东化州人，小学文化，已婚，育有1儿1女。2004年因为养鸡亏损，然后欠了钱，抛妻弃子，离家出走，一走就是16年，连父亲去世都没有回来。儿子呢，从出生都没有见过他。谢艳芳，广东化州人，未婚，常年在外打工，也是多年未归。
他曾经多次以买房做生意为由向兄弟姐妹借钱，光是从他哥哥那里就借了30多万。后来家人提起他都是恨之入骨呀。母亲病重的时候，他还试图骗钱。他说可以搞到美国神水来救母亲，让几个哥哥每人出5000块钱。结果呢，就没人信他。梁邓华和谢艳芳2005年经人介绍认识之后呢，同居生活，没有领证，也没有生儿育女，两个人名下无房无车无股份。他们的收入呢，主要是靠骗自己的亲朋好友的钱财来用于日常的开销和旅游。从2018年起，两个人频繁地在全国各地旅游，走遍了48个城市。网贷信用平台显示，梁邓华的网贷风险极高，有过多次网贷的行为。接触过他们的人都说，这两个人特别爱吹牛，说自己有10几套别墅月入几十万几百万，出手大方，把自己包装成有钱人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近半年来两人表现出了强烈的轻生厌世的倾向。他们诈骗多年，维持日常开销越来越困难。自杀前呢，两个人的银行卡余额再加上身上的现金，只剩下31块7毛钱。旅行期间呢，他们不断的扔掉随身的行李，东西越来越少。6月18日，梁邓华发来了一条视频，配文写着：“真的有以后还会见面吗？”视频里的背景音乐里唱着：“是不是这辈子不放手，下辈子我们还能遇到？”等等等等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他们早就计划好了自杀，这是整起案件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。但是他们自己想自我了结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带着小子欣，为了带着这个孩子呢？网上流传有2种说法，第一种是邪教。有人发现梁邓华的 QQ 空间里面有多张的三山国王和送子观音的照片。三山国王是潮汕地区的民间信仰，有风调雨顺、四季平安的含义。但梁谢二人的老家村民说他们根本就不信这个。警方调查之后呢，也确认了没有发现两个人参与邪教的活动。第二种可能性呢，就是阴婚花童。梁谢二人相识同居了10几年一直没有结婚，也没有生孩子。遇到子欣之后呢，他们多次表露出了喜欢，想认她做干女儿。带走子欣之后呢，对她照顾的也是格外的体贴。梁邓华甚至在朋友圈里还晒照片，说我认了一个干女儿。警方通报指出，种种迹象反映出呢，两个人有携带着子欣一起自杀的动机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两个人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决定一起赴死。但是他们两个人有一个遗憾，那就是没有结婚，没有儿女遇到张子欣之后呢，他们觉得一家3口凑齐了，于是呢，他们就计划着这趟奔向阴间的旅行。所谓的去上海当花童，其实呢是去他们的阴间婚礼里面当花童。他们自杀的时间是7月8日的凌晨，农历6月初6，在潮汕地区呢，这天具有鬼节的性质。事情发生之后呢，网络上有很多人指责爷爷奶奶看管不力，但是爷爷奶奶固然有责任，但责任也不能全在他们身上。9岁的张子欣本该在父母的手心里面长大，可是父母离异父亲远在天津打工，母亲多年不见，他只能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。两位老人毕竟年龄大了，精力有限，警惕性也弱，容易被坏人趁虚而入。我们常常教孩子要善良，要信任别人，却忘了告诉他们，有些人穿上衣服是好人，脱了衣服就是恶魔。当善良撞上了处心积虑的恶意，代价呢，往往是我们不能承受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这里是海岩说案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